还不睡啊？脸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总不能告诉他我是因为偷吃避孕药过敏。你别看。怎么回事？别看。起来换衣服，送你去医院。我不想去医院。喂，怎么了？可心是不是回国了？方已破，皮肤科。那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你妹夫那项目进度一直没有进展，就等着可心回来。我跟你爸都给你讲过多少次了，这个周末带着可心回来吃顿饭吧。他挺忙的，不一定有空。能有多忙？你们结婚都快3年了，回家吃过几次饭？结婚前我给你怎么讲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方一破，到底是你不想回家，还是他没空？行，我跟他说说吧。方一破，到底是你不想回家，还是他没空？挂好号了。抽血检查应该也查不出来我是吃避孕药过敏的吧？江太太，前几日是吃什么药了吗？我应该吃药？你生病了？就是上火了。医生，他这严不严重啊？是不是药物过敏？这个问题不大，脸上的疹子擦擦药，过段时间就会没事了。谢谢医生。回家吧。江先生，这个想要避孕有更物理的方式，吃药还是太伤害您太太的身体了。想要避孕有更物理的方式，吃药还是太伤害您太太的身体了。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他不怪我。做影子在你身后，不必结婚3年，除了在床上的时候，我们关系始终淡漠，他又怎么会在意我吃避孕药呢？过来，不要吃了。
1天2次 ，VC 和过敏药要一起吃。说。吃完自己去睡觉。那你呢？找了。不是做过测试了吗？为什么吃避孕药？我怕有意外，你那天好像弄破了。他这是怪我，还是关心我？这2天都要记得吃过敏药。药太苦了，不想吃。不吃你还要顶着这张脸多久啊？你嫌我丑？我跟没说。你过敏的挺严重的，再吃一口。张总。有那么苦吗？当然了，你又没吃，你怎么知道苦不苦？干嘛？没那么苦。你这周还出差吗？下周要去趟港城。那你这周陪我回家吃饭？再看。睡觉去吧，我要加班了。去不去嘛？我还有20分钟开会。So back, darling, please. 爸，哎，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可心呢？你说你这个孩子真的是。妈。啊，可心来了。爸。还以为一方没有喊你回来呢。我还以为他不愿意跟我回家吃饭。可心啊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，李婆，给我把剪刀递过来。你跟可心结婚快3年了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没打算要。是你不想要，还是他不想要？是你不想要，还是他不想要？我没问过他。有些事情啊，你自己得有个打算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可心当时为什么要娶你，我跟你爸都不知道。
既然你作为方家的姑娘，嫁给了江家，这种事情自己心里得有个数。又不说话了。知道了。一脸不情不愿的，你有什么不情愿？当初这门婚事可是你妹妹，是你耍手段抢了去。要是你妹妹嫁给了可心，至于现在跟我们离心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是他非要娶我，我没有抢。你谢谢你陪我回家吃饭。谢什么？我是你老公，陪你回娘家是应该的。手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，不小心划的。不小心。可心当时为什么要娶我？我跟你爸都不知道。江克行为什么会娶我呢？昨天晚上先别碰水。当终于散去人潮，你在。药箱在边上，自己换一下药。我已经好了，你看。腰带，腰带，用完了？不行，我不想怀孕。为什么？你帮我？难道他娶我只是单纯喜欢我的脸和身体？但风止妍也很漂亮。难道江克行就喜欢我这款的？干嘛啊你？今天新老板来公司了。哦，你不好奇吗？不好奇啊。公司来新老板，跟我这个打工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听说咱们这位新老板很年轻，还很帅。有多帅？那不清楚，只能等到晚上开大会的时候，看看能不能见着。喂，方影破，你负责的高尔夫球场出了点问题，5分钟内来办公室见我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昨天不还说没问题？别忘了，这个给你。
刚刚我看见新老板了，他长得也太帅了吧！你们说他结婚了吗？结了吧？之前采访的时候，他有说过自己已婚的。他太太谁啊？又帅又有钱，能嫁给这样的男人也太幸福了。像他们这种家庭，一定是联姻的。联姻啊，那大概率应该没什么感情了。问题怎么还不来啊？不知道。这个时间，新老板应该已经上去了吧？偷偷用一下。别开门。不进来。公司空降的那位新老板是江克行。去几楼？3楼。你不下吗？江总，这是我们设计部的小芳，她刚来不久，您见谅。没事。许经理，这么着急找我过来，是项目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也没什么问题。这2本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，客户要求参考这个。哦，对，你下周末有事吗？应该没有事儿。没事的话，咱们出去一趟，去嵩山那边的球场实地考察一下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我看到我爸你的消息，没想到我们新老板还是个情种的。你说他以前的女朋友会不会后悔，居然主动甩了他？不知道啊，可能吧。方工，来，下班陪我去吃个饭。哦，去忙吧。坐吧。不是吃饭吗？他怎么带我来见高尔夫球场的客户了？江总呀，这点小事其实不用您亲自出面啊，我和小芳对接就行。还是要当面把这个需求和问题聊清楚，双方的工作才能更好的开展，免得到时候设计方案一改再改。是。来，谈谈你的想法吧。好。下班吃个饭还要工作？是这样的，我接手这个工作呢，发现我们公司跟进的127个项目里面，其中有100%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些内容的全部构思和想法。哎呀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当面听了方工的讲解，才发现原来是我们对设计方案的理解不到位。哎呀，我回去跟上面同步一下。李总，我送你。江主啊，留步。没什么想问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收购的范世宁啊？就年初的事情。你不早说！我要知道老板是你，我就不来了。你也没问我啊。等高尔夫球场这个项目结束，我就辞职，换一家公司。空降当老板也就算了，还擅作主张带我跟客户吃饭，吃饭也就算了，还要在饭桌上工作。哦，你上班还挑老板呢？你又不是我，怎么不让我当你老板？你可以试试啊。我看得见。还想吃什么自己点，我出去一下。哎呦，江总，好巧啊！
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。被撞起来不好解释，被撞起来不好解释。嘛呢？你朋友不是来了吗？所以你就躲起来？嗯，怕你不好解释。我要解释什么？江太太。怎么感觉他好像有点生气？我们不是隐婚吗？要是被你朋友撞到的话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隐婚了？方以破，我从来就没说过我要隐婚。这世界夜雨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余生很长，我会都奉陪。我们没有办婚礼，婚姻也基本没有对外公开过。本来想着这样的关系，即使未来离婚也很方便，但现在他忽然说没有隐婚的意思。我爸妈来京市了，明天一起吃个饭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就是简单吃个饭而已。催生催的也不是你，除了不用宰他，其他也不用管。骂我什么呢？没骂你啊，别这么敏感好不好？爸妈，可心来了，上菜吧。可心，姨婆，坐。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爸妈，可行，你看还点啥菜？想吃什么自己点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想点啥就点啥呀。你吃什么？你看着点。谢谢。姨婆，你们俩结婚也已经有3年了吧？也是时候该要个孩子了。妈，我现在手上的项目挺多的，暂时还不太想要孩子。好，不着急啊。你那个破项目有什么好搞的？当好江家的儿媳才是你的主要责任。就是啊。先吃饭，好来先吃饭。你酒量好，你多喝点啊。吃菜。给我倒杯水。你自己不能倒吗？没事。你好，麻烦把这道菜换成不辣的。忘了江克行好像不能吃辣。他真是觉得我忽视他生气了，但被催生他也一句话不说，我都还没生气，他都生气上了，哼。怎么了？车坏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地段也不好打车，怎么回去啊？走回去。他这是因为你点错事，怎么要报复我吧？江克行，
能自己站起来吗？太难了。司机还有10几分钟才到。来，干什么？上来，我背你。你别摔着我啊！你再勒紧点，咱们俩就一起摔死。对不起啊。鞋不舒服，要不要脱了？不要。哦。I forget we die when I hold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. I forget we die. 你要去打高尔夫啊？没有。之前球场的那个项目设计稿客户那边过了，但是落地那方面还有一些问题，所以许毅说明天去松山球场那边实地看看。还是那个松山球场？京北能有几个球场啊？所以自在你身后，不必喧闹。有毛毛，在你孤单的时候，有毛毛，你帮我弄一下。做个依靠。这世界夜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你在身边，结尾才最美。好了。这世界转过去。错或对，唯有爱还绝对。眼神交汇的瞬间，你若愿，我无悔。许毅让你明天就去嵩山啊？啊？许毅，走吧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穿这身可是降低了你的颜值，去换一件。啊？这件好看，不对，是人好看。谈项目换什么衣服呀？下来。来都来了，打两把呗。一会儿还有个大人要来，穿这身可拿不了酒。哦，行，那去换吧，谢谢。呀，张总打扮好啊！每次见我都不打扮，就打扮给别人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江总，我带着手底下的设计师来这边实地参考一下。一破，快来跟江总打声招呼。徐经理，
这招你可就用错了。江总家有个镇宅太太，出了名的洁身自好，怎么可能会见色忘妻呢？他是公司的新锐设计师，很有灵气的。姨婆，这是江总，他是万世宁的新老板。上周例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见过。江总好。啊，方公好。等下个月招标会结束，就辛苦徐经理了。方公，花草有命，脚下留情吧。那江总您先忙。本来江克行忽然成了范世宁的老板，就有点心理压力，这会儿还得面对面的汇报工作，真是老公变老板了，恨不得明天就递交离职报告。哎，你跟江总是不是认识啊？不认识。他好像也是建大建筑系的。哎，不对，你上学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毕业了。好冷啊，去休息室吧。好呀，那你去等我一会儿，我课都报了，一节课2000多呢，我得把课上完。大厅等你。好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抱歉，这位女士，要不要先去带你换衣服？哦，刚洗费用我们会赔偿的。哦，没事的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带他去我房间换衣服。把这位女士的东西一起送到我房间去。有什么问题？哦，女士，请跟我来。换好了？还没呢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我的房间我不能进吗？那我走。你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世界也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你在身边，结尾才最。谁让你亲我的？我就知道你叫我上来不安好心。我怎么不安好心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是吗？今天化妆了？妆都蹭花了。真可行。There's nothing in this world, no, nothing in this world like love, like love. There's nothing in this world, no, nothing in this world like love, like
今晚就留在这儿，明早再回来。打电话让许经理先走。喂，许经理。喂，许经理。你先回去吧。晚一点我自己打车回去。好。这世界夜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你在身边，结尾才最美。这世界错或对，唯有爱还绝对。眼神交汇的瞬间，你若愿，我无悔。醒了？你人呢？在楼下包厢。饿不饿？饿。换衣服，到电梯接你。哦。我接个人啊。谁啊？要你亲自去接。你去帮江总接人，正玩着呢，哪有半路溜的规矩？368玩什么呀？这把算我的啊，你们玩。周少、宋少，刚才那个是谁呀？怎么看上了？怎么个事儿？你可是我带来的人。我喜欢那款的，单身吗？那你还是别想了，双的不能再双了，婚都结了3年了。可是我看他没戴婚戒呀，他跟他太太是商业联姻吧？克勤的太太是你姐姐吧？他们不是商业联姻吗？难怪没什么感情，连婚戒都没戴。对呀，我记得一开始定的是你，后来怎么变成你姐了？还能为什么？豪门千金抢占婚姻资源的戏码，你们看少了。江克勤根本就不喜欢我姐，他对她没什么感情。这位是克勤，哪位妹妹啊？我介绍一下。方以破，我太太。你好，我是方以破。嫂子？算是吧。感情那么好，像他妹妹说的那么没感情呀？肯定是江总没看上这妹妹呗。
克行，叫姐夫。他喜欢的是方芷言吗？难道是因为跟他置气才娶的我？姐夫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哪儿啊？电话。我去下洗手间。你是打算以后见到我就躲着吗？我还以为你能装多久，看来江克行对你也不怎么样啊。怎么是幸福还是吞针啊？方芷言，你几岁了？这么多年就不能换点新花样吗？无不无聊。什么？方以破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当初明明就是你让我去打探他的心思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这么丢人？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嫁人？有些话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也不想再解释。当初我真的以为那张电影票是给你的。张麻，这电影票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江克祥江少爷放的。他怎么会给我电影票？两家的联姻对象不是方芷言吗？帮我给妹妹吧。原本两家最属意的联姻对象是我和江克行，今天要嫁给他的人原本是我。我也好奇他为什么把电影票给我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指名道姓的要娶我。但是他既然选择了我，那就请你放尊重点，否则我不会让你好过。记住，他是你姐夫。你别看我随便画的，画的不错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当建筑师的。为什么？猜的。江克行，这世界夜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余生很长，我会都奉陪。这世界错或对，唯有爱还绝对。时间的圈交换是你情愿，我无悔。你想问什么？你跟江总认识？当然不认识。是吗？感觉那天在球场的时候，江总跟你说话有点奇怪。可能看我眼生。设计图我这2天交上去，如果上面没什么反馈意见的话，就先这样敲定。还有需要联系的，我再跟你说。没问题。太太，江总让我带你去他办公室，他还在开会。哦，办公室里有休息室，你可以边休息边等他。会议大概还有半小时之后结束。他找我什么事啊？半个小时这么久？这个我不清楚，江总没告诉我。
等多久了？十几分钟吧。你找我来干嘛？你胆儿挺大呀，老板的位置也敢坐。下班时间你也不是我老板。给你买了辆车。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我什么时候对你差过？你真给我买了辆车？不想要算了。我的钱为什么不要？真的假的呀？这辆怎么样？哎，还有辆库里南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不要，就这辆。行，那就这辆呗。我想自己开车回去，我们分开走呗。你干嘛？坐你车回去。你车呢？送去保养了。我还想体会一下自己开车回去的感觉呢。等我明天出差，你就可以体验了。出差？你又要出差啊？这2天开车，我都会让赵叔跟着你的。你不相信我开车技术啊？我特别不相信。那你还敢坐我车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属狗的。去公司。赵叔，这2天以破开车出去，麻烦你跟着他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。好，你对太太的好也就我们知道，有些话你得自己跟她说呀，要不然她也不知道啊。在他眼里，我恐怕是天底下最大的坏人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。您没事儿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到时候啊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您和我爸都要健健康康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跟你爸都听你的。进。蒋总，之前跟 CK 的合作改到明天下午3点以后了。他们公司那边从吉隆调了新的负责人，是您之前登轮的校友凯司令。你属狗的。蒋总，你看还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吗？好，就按你的安排来吧。好。
婆，你怎么回事？蓉姐说都通知过你了。妈摔倒住院了，你怎么还不来医院啊？你现在在哪儿呢？过来医院还要人催。你怎么来了？没听见吗？你的宝贝女儿催来的呀。过来看妈妈，难道你不该来吗？哎，我吃了，吃不下。哎，还是你会照顾人。既然不喜欢我，为什么非要我来？一家3口，加上我一个外人，给他们鼓掌吗？妈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路上注意小心点。听说跟新加坡那边的合作项目 ，C 给原来的代表人临时换成了江总以前在敦伦大学的校友，前女友才更准确吧？听说他们一个导师，当时留学圈里公认的一对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分手了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 ，Catherine。真的？江可心回来了吗？江可心，他在港城，和那个前女友凯瑟琳叙旧呢。你根本就没空管我，根本就没有人管我。江可心，我讨厌你，王八蛋。太多爱情还年少，纷纷扰扰，当晴雨散去人潮，你在就好。这世界夜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，你在身边，结尾才最美。这世界错或对，唯有爱绝对。眼神交汇的瞬间，你若愿，张嘴，我无悔。不许脱，不许脱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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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可心，我讨厌你。还有呢？你不管我，你是王八蛋。骂完了吗？骂完了躺下睡觉。注定到老。这世界夜太黑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醒了，药在桌上。想看着你每一刻，你呢？这是不是发烧了怎么不去医院啊？除了心跳，世界静了，视线
暂停呼吸。My heart, my love, I hope 还难受吗？ my love. Only you in my eyes, love you. 切好水果了，在厨房呢。你是现在吃还是喝完粥再吃？现在吃。别在厨房吃东西。好吃吗？这该不会是你昨天从港城带回来的吧？不是。那怎么来的？开到京市了？我打电话让港城的秘书空运过来的，去餐桌吃。吃完上楼休息，这2天我让赵叔开车送你去公司。谢谢。你骂我什么？谁骂你了？我说的是谢谢。不客气，以后少骂我几句就行。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？没有啊。腰这么细，好嫉妒呀！你干嘛开会呢？你别录，我干嘛？昨天休息的怎么样？还行，你呢？还可以。吃早饭了吗？吃了。谁给这次派回的合作代表 Catherine， 听说是老板的前女友。哦，江总，打扰一下 ，CK 的合作代表到了 ，Catherine。原来江克行居然喜欢这种样子的，英气又干练的类型。好了，散会吧。听说江克行很爱他那个时候的女朋友，钱家里的照片都是他当时女友的高中毕业3寸照片。江克行能做出这种事，肯定是因为很喜欢。等我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听时间在催促，秋叶的追逐，心跳的每一步都无比清楚。我绕过世界奔向你，不问归期。我自己来。穿越了风雨和所有的距离。问我有没有糖上药？等一下。
香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帮我买个烫伤药给姨婆。抱歉，久等了。刚才那个可可爱的女孩子，我好像有点眼熟啊，应该是见过。什么时候3、4年前，在你的钱夹里。别忘了，你还跟我说她是你的 Kitty。不记得。哎，徐经理，张克贤，所以她到底是不是你的 Kitty？ 是的，她就是我的凯蒂。这是我位置。赵叔，麻烦下车等一会儿。烫伤膏擦了吗？擦了。干嘛？我又怎么惹你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清楚什么？凯瑟琳是你前女友。什么前女友？你说什么前女友？凯瑟琳不是我前女友，我也没有前女友。所以你下午在茶水间，是因为凯瑟琳？不是。方一波，你是在吃醋吗？谁吃醋了呀？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反正不是吃醋。江克行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跟你前女友的事情不要闹到明面上来。我怎么说也是你的江太太吧？你这样子搞，那我们两家都不……方一波，好好说话。江克行，谁没好好说？你先放开。我没有这样的癖好，凯瑟琳也不喜欢男人。什么叫做他不喜欢男人？这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少听点八卦。凯瑟琳不是我前女友，我也没有在婚姻关系以外发展其他男女关系的打算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这辈子应该只会有一位江太太。你给我上药。涂药呢，别乱动。你怎么那么讨厌？走吧。下个月招标会，你跟我一起去啊？不去。为什么？我要是去了，那大家不就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？等球场这个项目结束，我就辞职，换一个公司。你很介意我是你老板？当然了。
那如果我是你老板，你介不介意？没这个可能。换个想法。睡觉。你干嘛睡着了？睡觉。在哪儿呢？流氓！我怎么流氓了？你擦个药你都能那样，你不流氓谁流氓啊？你学人强债啊？Come to me now, just breathe and hold me close to you. 你 The way you touch me when you kiss my lips. 睡觉。起来。起来！你压我被子。I'm gonna light like a fire. I'm coming down like rain. I'm gonna break down barriers. I'm gonna play through the pain. I'm gonna rise like a phoenix. I'm gonna fight through the flame. The devil won't drag me down, 'cause I'm done. Oh, done playing games. 喂，太太，我是宋城。你老板怎么了？江总他喝了点酒，我刚刚送他回来，麻烦您照顾一下。好，知道了。喝酒了？喝了点儿。和谁一起啊？几个朋友。哦，周晨也他们。方一破，你是在查岗吗？谁查岗了？随便问问。跟凯瑟琳吃的饭。哦，知道了。方一破，你生气了吗？谁生气了？方一破，你几岁了？这么容易就哭？江可行，江可行，
骗你的，没有凯瑟琳。气消了吗？想骂什么就骂出来，趁我喝醉了记不清楚。方已破，方依依，谁允许你这么叫我的？你不许这么叫我。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叫你？方依依，你喝了多少酒啊？记不清。你是我的期待，像星星守着夜晚的可惜。请别走太快，跟我去故事。我怕追不上你的未来。凯瑟琳也去。你有病。你跟不跟我去？我不去，发神经。我喝醉了，我发神经很正常。雨滴落在枕边发呆。方依依，跟我去杭市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这东西看着不错哦。哎，江总，哎，你躲什么？江总他们都在那边呢，快跟我一起过去。我能不能不过去？不能，你想不想升职加薪了？快跟我走。啊，徐经理，方哥，坐。嗨，我叫凯瑟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方已破。方已破，你的名字很好听。他刚刚是在嘲笑我吗？我吃好了，你们继续慢慢吃，先走了。喂，睡了吗？马上睡了呀。现在上楼到我房间来。你说什么1703我的房间号，现在上来。半夜叫下属去房间，你什么恶趣味啊？给你10分钟时间换衣服。我不去，你再让我上去，我就录音，我告你性骚扰。已破。学姐，是我已破。我们都在江总的房间准备开会，明天的招标会开场设计理念要你来讲，现在赶紧换衣服上来，
我们大家先一起过一遍。我马上上来。方公，10分钟后能上来吗？姨婆，你来啦！来，进来。走。哎，姨婆。也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见我在那边对江克行说的话。来，你先看看标书。谢谢。给。好，谢谢江总。谢谢江总。你喝什么？谢谢江总，我不喝酒。喝我这个吧，没酒精。谢谢。还有什么是需要看的吗？你只需要解说一部分，并配合 PPT 内容。好，那我先过一下。那我来讲一下顺景高尔夫练习场这个项目。大致就是这样，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？我觉得很好。我觉得也很好，深入浅出，那些老领导肯定听得懂。我觉得也很不错。国领板块的设计，我记得之前好像不是这样的。之前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场地的实用性，西城那块地皮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后来我去松山球场考察了一下，又去找了一些国内外的设计图，最后改成了这样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大家回去休息。方工，你留一下。这个设计图我们再调整一下。没事，江总人很好的，别怕。方工，还不过来？说吧，还有什么要调整的？这里，国领这部分的设计很好，是这次方案的优势之一。但是你刚才的讲解太简单、粗糙，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优势。招标会不止范诗宁一家，所以标书的优势要尽可能的展现。我还以为他让我留下来是故意的，但好像真的只是聊工作。你的讲标风格很明显，简单明了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不够大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江总。怎么了？你用的是我的水杯。方工今晚早点休息。
明天讲不要脱稿，抽空再看看。知道了，蒋总。我房卡呢？这怎么刷电梯啊？手机也没带。房卡落在房间了。为什么回来？我拿房卡。什么房卡？房间的房卡，好像落你这儿了。去找吧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你都待过什么地方啊？就沙发、岛台，也有可能是许毅他们拿走了。是这个吗？哎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地毯上。我刚才也找过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可能是跟地毯颜色太像，你没注意到吧？哦。你刚才是不是故意偷偷把我房卡藏起来了？怎么那么无聊啊？打了就停不下来了。回去早点睡，过2天重新订间房，你和许毅一人一间。方工，来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，谢谢张经理。叫我张硕就行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刚才的讲票非常好。谢谢。别太紧张，江总平时其实挺好说话的，只是工作上会比较严肃。他一直都这样吗？嗯，是的，对谁都一样。来，吃点吧。竞标会啊，应该马上结束了，江总很快就出来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
能加个联系方式吗？我扫你吧。恭喜啊！等度假村落地，要记得请我去参观参观。一定的。尝尝，快尝尝吧。恭喜啊！等度假村落地，要记得带我去参观参观。一定。要不要去叫一下太太？江总来了。江总，回酒店。这个人又在生什么气？私底下脾气就不怎么好，工作上脾气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来了。Is it really heaven if it burns like hell? Have I learned my lesson? Or maybe I need one more go at it, honey. You can walk on water, I can walk on fire. Could you say it softer? I love you, you lying is something. 哎，谁的歌啊？赶紧唱啊！你衣服回来了。谁让你不开我房间的？过2天重新订间房，你和许艺一人一间。雨破，我房卡忘带了，开下门。雨破，明天要去苏轼参观园林，之后就要回京市了。今晚怎么没什么事儿，去庆祝一下吧。你也知道不换房间不方便了。雨破，你不在里面吗？江总，你叫江总叫上瘾了是吧？这人真是阴晴不定，精神异常，一会儿要当我老板，一会儿要恢复私下的关系。你躲什么呀？我没躲，你靠这么近干什么呀？很近吗？江哥行，我没看见他。怎么叫江总啊？上班时间，你能不能分清公司关系？你疯了！雨怎么这么大？是啊，还以为南方的天气都很暖和呢。哎，那边有个凉亭，我们去躲一下吧。走走走走。你房间号多少？你房间号多少？603。晚上找你去啊。哎，雨破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雨下这么大，我都……江总，江总好，
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衣服怎么是这么多？外面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。啊，方公，你先穿我衣服吧。不用了，我这衣服都湿了，再把你衣服弄湿了。这真不用，真不用。嗨，没事，回去洗一下就行了。不用，真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就穿上吧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别出差一趟回去感冒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雨停了，我们走吧。明天就要回京市了，我约了旗袍店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呀，你先回酒店把衣服换了。走。张硕，你留一下。来一根。江总，我不会啊。哦。我教你。还装睡吗？不是，你在生什么气啊？因为我昨天晚上没去找你是吗？才没有。那你在生什么气啊？不喜欢你上班那样子不行吗？上班时候的样子比江可心还讨厌，烦死了！一会儿老板，一会儿老公的。现在不是上班时间，我也不是江总。那也不行，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江总。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给你做那种事情，我感觉我在背叛我老公。不想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换个老板？还是你想换个老公？其实两个都挺想换的。我想睡觉。姨婆，这边。投资部的张经理上次出差有进展？没有，你别胡说。那人家张经理可能已经有女朋友或者结婚了。吃得掉。喝点吧。这几天设计方案忙得怎么样？方案已经提交了，但是开工的话，估计还要一段时间。江总最近也在看项目工地，但应该问题不大。过段时间公司还会举行团建庆祝，拿金标。真的吗？在哪儿团建？好像是在嵩山度假村那块儿，江总说包下了整个度假村，让大家玩2天，正好放松放松。哇哦，江总果然大方。平时周末都舍不得去那边度假，这回可得好好玩回本。不过听说方达也会加入，方家也要参与。真的吗？嘘。上周在苏市的时候，方达的方总就专门找过江总一趟，聊的就是这个事儿。
方松年上周找了江可行。玉婆，你认识方达的方总啊？你们都姓方，亲戚关系啊？不认识啊，就是看都姓方，所以关注了一下。不过晨曦的项目那么多公司盯着，方达连投标资格都没有，江总怎么会事后同意让他们加入？具体的事啊，应该只有宋助理知道，但江总答应也是有他的考量的。怎么看都是不划算的买卖。难道说江总有什么把柄在方达手里？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啊，好。我也不吃了。所以他那天晚上没来找我，是因为方从年。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想把公司的鱼都撑死是吗？吃饭了吗？吃完了。跟同事吃的。在公司不跟同事跟谁吃？跟张硕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怎么？你吃醋啊？我嫉妒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张硕，撑死，喜欢吃饭。张硕，方达是不是跟范诗宁一块合作了度假村的项目？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？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云贵菜，我看网上评价还不错。晚上下班一起去吃饭吗？我就说张硕对你有意思，中午食堂吃饭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了。我嫉妒。你刚走，没一会儿他也走了，还跟我打听你喜欢吃什么，去哪玩。我们就只是一起出了一趟差而已。所以你答不答应？不了。哎，别啊，先接触接触，你又没男朋友。再说了，先说条件应该也还算可以吧？不合适。你是不是背着姐妹有男朋友了？没有啊，我单身。走了。自己去吃。方达会加入范思宁的度假村项目，投资占比30%。他答应了方达加入度假村的项目，还给了这么大占比。我爸去找你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让方达加入项目啊？你还给了30%的占比。你就想说这个？晚上和你老板聊工作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而且这应该是私事。你现在能分清了？
江可行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公司的事儿不在家里谈，睡觉。哎，你真睡觉啊！疼不疼啊？疼，你说疼不疼？我看看。对不起啊。你别按了，疼死了！别按了，你越按越疼。要不你撞回来？我傻吗？我再让你撞我一次。那睡觉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。回答什么呀？就方达那项目啊，你为什么让他加入啊？他拿什么威胁你了？我们是正常商业合作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是为了我吗？我是你的软肋吗？可这种话问出来，显得很自作多情。你不睡觉是吧？不睡觉干点别的。睡觉。小胆儿。哎呦，是越长越漂亮，那还不是因为像吗？你说我跟你爸呀，得多幸福。一直以来，我在方家都是额外多出来的人。方一破，你凭什么跟我讲水晶球？这是我先挑的，可是这是我先看到的，是我拿到的，我的，我也没挑，我的。方一破，给纸烟。给我不要。爸爸说我们两个自己挑。这只水晶球是我先挑的。你搞错了，他是我的爸爸，不是你的爸爸。你在说什么？没听懂啊？你是妈妈的孩子，但不是爸爸的孩子，也不应该姓方。爸的礼物你没资格跟我抢。那我是谁的孩子？方一破，你本身就只是个错误的产物，这么多年，还有什么好伤心的呢？喂，太太，我是宋城。你老板怎么了？我跟老板在城西那边的工地，车子忽然抛锚了，我现在找人来挪车，您能方便过来接一下江总吗？你地址发我。你在哪儿啊？我看见你的车了。那你自己走过来。宋城打电话让你来的。大小姐，谁又惹你了？为什么他总是这么轻易就看穿我的伪装，随时捕捉到我的情绪，又总是轻易收回，让我像傻子一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又重新被丢下。方一破，
什么？谢谢，我不渴。好来水，喝了会有好运气。你在不开心什么？没不开心啊，我开心的要死呢。你干什么？下来，换我来开。去山上干什么？荒山野岭，夜黑风高，你觉得适合干什么？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你这经常来这儿？不经常。看看想喝什么？那你对这这么熟？把那个金属瓶给我拿一下。前2年跟宋婷他们一起开的。前2年。来，手伸出来，翻过去，握拳。好，舔一口，舔一口，尝尝看。就这样喝啊？对啊。你这什么酒啊？不好喝吗？你自己尝尝。我喝不了，我喝了就没法开车下山了。哎，你很厉害。没有，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给别人调酒，想哄哄你。第一次调酒，我会不会酒精中毒啊？有可能，你多喝点水，稀释一下。你给我拿个杯子。你这儿怎么没什么人啊？我都没见过这么冷清的地儿。因为开业以后没怎么营业，就朋友来了才偶尔过来。怪不得呢，也没有驻唱，没有什么客人，也没有一个专业的调酒师。你的意见我采纳了。当老板当上瘾。这杯怎么样？这杯啊，如果他每天都来这家酒吧，肯定生意不会像现在这么冷清。一般。住在新的我像丰富心门，就别喝。脸颊发烫，慌了神。你的目光温柔沉稳，从此心事
只为你存。后来分得渐远渐分，回忆仍在心底扎根。那些青涩热吻余温，开心点了吗？开心点了吗？我一直很开心啊。还喝吗？不喝了，我不想回家了。缩影子在你身后，不必喧闹，在你孤单的时候做个依靠。太多爱情太年少。你们是男女朋友吗？是他问的，他想加你微信。那个，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？我们不是男女朋友。她是我太太。不好意思，抱歉。我都说了，人家一看就是女朋友，还问。过2天我们一起去选婚戒吧。什么？过2天我们一起去选婚戒吧。为什么突然要买戒指啊？难道是因为刚才那个男生要加我微信？怎么？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说过什么？我嫉妒。江克行，他为什么说这种话呀？他嫉妒？他嫉妒什么呀？醒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头发怎么没吹干啊？出去！我去哪儿？怎么进来的呀？我锁门了都。你出去，这又不是你房间。纷纷扰扰，当终于散去人潮，你在就好。这世界夜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你在身边，结尾才最美。这世界谁可是真不亲我的？我们还在吵架。王依依，你怎么这么不好哄？谁让你哄？我们是被选中的大老板 when it's on us too. I bet you feel it just like I do. No need for anyone else but... 到地下车库等我一起走，约了珠宝设计师去挑婚戒。挑一款，换着戴。江太太，试试看吧。你是要把自己10根手指头都戴满吗？江总买不起吗？把他试过的戒指都包起来。我开玩笑的。江太太，你还有什么其他要试试的吗？哎，你别听他的，他有毛病，学人家爸总。看看，给他量量指围。外面的戒指啊，挑一个喜欢的戴就行，
婚戒还是让韩瑞来定做？你专门买来做婚戒的？这2枚裸石是江先生2年前就拍下来存放的，跟我约好定做婚戒。2年前，2年前我们才刚刚结婚。你不喜欢那2枚裸石啊？琥珀又不值钱，为什么买它？谁不值钱？没有人会觉得琥珀珍贵，就像从来没有人觉得我珍贵过。那你为什么要买它？为什么要买不值钱的琥珀？为什么要跟没有价值的我结婚？为什么要对我好？你觉得呢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你的事情。某个名字在唇边，我念了千百遍，像一道无解的谜面，刻在无眠的夜。你找什么呢？冲锋衣还有鞋子放哪儿了？你什么时候有冲锋衣啊？我没有吗？那明天团建登山怎么办呀？这个你应该能穿。他好像在生气，可是江可行，我是个胆小鬼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哎，姨婆，这里。你这包背的什么？小学生春游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家里人准备的。哎，你这冲锋衣还挺好看的，什么时候买的？买挺早的了，也是家里人准备的。不知道江克行团建会不会去？采蘑菇登山，他作为老板应该不会参加吧？报告。哎，张经理，你怎么来我们部门了？跟你们部门的同事交换了下位置。来，喝点吧。不用我。哎，没事。谢谢。谢谢。姨婆，你跟张经理的冲锋衣好像是情侣款。这是去年最流行的男士冲锋衣，但好像没有女款。啊，你爸妈给你买男款冲锋衣啊？冲锋衣的话，男款女款都差不多嘛。也是，你看张经理穿的都挺好看，现在别跑，我也买它。行，回头我发你。小心点啊！哦，姨婆，等会儿一起爬山啊？啊，你们部门的人呢？不管他们，今天我是设计部的。江总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那不是我们部门的张硕吗？他怎么跑到设计部去了？是吗？你们投资部管理挺宽松呀。啊，原来是去找女朋友去了。女朋友？是啊，你看旁边穿黑色冲锋衣的，跟张硕的那个白色的，一看就是情侣装嘛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情侣装，看着还挺般配的。是啊，男才女貌呀。把包给我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背就行。这次采蘑菇最多得奖品可是车哎，我们快走！走了，走了。啊，对不起。从哪儿冒出来的？
你的出现像一阵春风，掉到深夜像一这么重啊？这不是？那你装的吗？踩了多少了？很多。是你笑颜弯弯甜甜，满眼都是你的爱在蔓延。对视瞬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好走到这儿，走吧。哦。哎，待会儿尝尝啊。方总，我其实想问您有没有……张经理。哎，江总。江克行今天怎么神出鬼没的？江总，您坐这边。顾总找你有事儿。顾总现在找我呀？对，就在球场那边休息厅，我刚从那边过来。啊，好，谢谢江总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方工，我烤的蘑菇你记得吃啊。明天见。明天。烤蘑菇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把登山包里的急救包给我拿一下。你受伤了？啊。翻过来。怎么翻啊？你说怎么翻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掌心朝上。摊开。这样。好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头发。晚上记得别沾水啊。好吃吗？你也尝一勺。你还要吗？都给你。你是不是很饿呀？这还有面包。发以后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？不是你问的好不好吃要吃的吗？凶死了！一波，这里，快过来！哟，张叔，可以呀，是不是有人看着，发挥的会更好呀？张总，要不试试？江总，厉害，看不出来江总还玩射击。是啊，我以为我已经打得不错了呢。江克行是故意来这边抢风头的吧？孔雀开屏给谁看啊？
在哪儿？度假村啊。具体位置？下午去哪儿了？跟许毅他们下山采购了。许经理，就你们俩？他是跑过来的，要不要帮他擦？还有周淼，你过来。回来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就刚吃了个饭你就过来了。银河糖果暮色的夜空，你举星星说那是相逢，我靠着肩头数着光阴，陪我散会儿步。陪我散会儿步吧。会被看见？这里不会。真不是那边的鱼塘吗？不是池塘，是湖泊。再说了，哪有湖啊？没有吗？你不是设计师吗？设计师也不一定记得住每个细节吧？怎么样，这度假村好玩吗？鞋带开了也不说一声。要系蝴蝶结。喜欢就去表白啊！你什么时候会？是啊，趁你这次机会，你现在不说，打算什么时候说？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单身。明天面具舞会就是个好时机。你先表白再说，管他是不是单身，没结婚就能成，又争又抢，才有机会。咱们走吧。方公啊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但我觉得啊，他应该是单身。你们觉得明天面具舞会表白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当然可以了。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他喜欢我，我更不知道他要跟我表白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纷纷扰扰，当终于散去人潮，都怪我们方公魅力实在是太大。你在就好，这世界也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，你在身边结尾才最美。这世界错或对，唯有爱还绝对，眼神交汇的瞬又怎么了？我得跟周淼说一声，我怕他等会儿找我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混蛋！亲我，亲我。醒了，再多睡会儿，我让人把饭送到房间来。都怪你，我都忘了跟周淼发消息不回房间了。啊，今天晚上不许跟其他人跳舞。什么跳舞啊？啊，我考虑考虑吧，毕竟我魅力太大了呀，万一别人找我排队怎么办呀？那你可以试试。你在威胁我？算是。哎，你这晚上跑哪去了？
休息大厅打游戏。真牛。哎，起来收拾收拾，等我的面具会肯定好玩。来来来。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，原本的面具舞会完全成了化妆 cos 派对，大家都戴着面具，谁还认得出是谁啊？人呢？酸酸的，没有上一次在山顶江河行给我调的好喝。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？我跳的不好，没关系，跟着我就好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跳的不好，还是算了。那完以后就没再见过那个人了，也不知道面具之下是怎么样一张脸。是这树。谁追你呢？我胖哥，一波。怎么就张硕一个人啊？排队跟你跳舞的人呢？这不是你把我拽这儿来了吗？人都在张硕后面排队呢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既然来了，一起跳支舞吧。等等，我不太会跳。之前没跟其他人跳过吗？我别看脚下，总觉得眼前这一幕有点熟悉。成人礼的时候没有跳过舞吗？你慢点，来。跟其他人跳过舞？当然。是吗？跟谁？跟谁？那么多人，我怎么记得？第一支舞
跟谁跳的？第一支舞跟谁跳的？记得。可爱的凯蒂小姐，开心点儿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温柔过。记得。跟谁？一个很绅士的哥哥。是吗？你确定不认识他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呢？好冷啊！为什么？方依依，你怎么动不动就想跑啊？你不许这样叫我！你干什么？有什么在靠近，越来越近。亲爱的凯蒂小姐，开心点儿。可爱的凯蒂小姐，开心点儿。不是幻觉，一样的舞，一样的面具，一样的话。骗子，大骗子，骗子！只骗过你一个人。谁在那边？江总，对不起，不知道你在这儿。把灯关了。实在抱歉。累死我了！方一破，你要吓死我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晚上的回到房间也不开灯，我还以为闹鬼了呢。啊，我忘了。怎么了？遇见什么伤心事了？跟你三水姐说说。没事儿。都成在逃公主了，谁捡走了你的另一只水晶鞋？你不对劲儿。是不是有人向你表白了？没有。哎呦，心动了，喜欢？哎呀，没有，真没有，你别胡说了。江可晴算表白吗？不算吧，他只是陪我跳舞了而已，还故意骗我套我的话。可是几年前那晚的那个人居然是他，竟然是他！到底遇到什么伤心事了？跟三水姐说说吧，我是情感大师，有没有关注我账号？好几万粉丝了。苦苦的好难喝，真的假的？我去，还是真的。如果有一个人，我是说如果啊，有一个人总是对你很坏，
很讨厌，老是让你生气。但是偶尔呢，也会很温柔，很耐心，给你撑腰，让你撒气。可是他又整个人都冷冰冰的，脸很臭，很硬，从来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之类的，就知道凶你，欺负你。但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，他其实很早就对你很好了，可是又不告诉你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虽然我有点听不懂，但是以破，你口中描述的这个人，你真的有认真的去观察过他，了解过他吗？从你的描述中来看，他似乎很重要，可是你说起他来又那么矛盾，好像在逃避，在抗拒。我不知道你在抗拒什么，在逃避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以破，虽然我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有时候我总觉得你好像并没有把我当成朋友，也没有让任何人真正走进。对。太太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这是要出差？有点事出去一趟。先生知道吗？吵架了？没吵架，您别跟我妈他们说啊。等会儿江可心回来就走不了了。如果他回来的话，你就跟他说。算了，算了。先生，太太呢？刚刚提着行李箱走了，说是有事，要不要去找找太太？不用了，让他躲躲吧。一个人？怎么没带上以破？吵架了？你什么时候跟宋婷一样八卦了？不好吗？现在的小女生不都喜欢这种类型的？一直板着脸多不好啊。你怎么看我们的婚姻啊？我啊，其实对于一开始你娶方以破这件事没有那么意外。我了解你的个性，你不喜欢的，没有人能强迫得了你。虽然是两家联姻，但是你肯定是有自主权。更何况你俩联姻的那会儿，你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公司，根本不用像其他二代那样看家里人的脸色。我们俩没吵架，但他一直有意躲着我。方一博向来都是这样，遇事不决，第一反应就是逃避。就像很多年前那张电影票，明明是他说想看那部电影，我才想方设法拿到那部电影在港城的首映票，放在他桌子上，但他转头就给了方志妍。没想到江大帅哥也有吃瘪的这一天啊！从他拒绝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会强求他再去陪我看那部电影了。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，你越是控制自己不去想什么，什么就越会出现在你脑海里。越是这样，对有些事儿就越是耿耿于怀。所以和江家联姻的时候，我开门见山，我说我就要方一博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心绪难宁，想要邀请他陪我去看完那部电影。吵醒你了？没有。这几天没睡好？
中午在食堂还碰到张硕了，他还跟我问你呢。我下次见到他会和他说清楚的。也行，有些事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，不然指不定出什么误会。是啊。姨婆，辛苦下午去一趟城西工地那边，度假村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了，先去跟建筑工人见一面，会有高层跟你一起过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走啊，谢谢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前面有辆车，我去处理去。江总，我没事儿。江总，打算什么时候回家？江总，我没事儿。江总，打算什么时候回家？现在是上班时间。好，那我以老板的身份问你，方工什么时候回家？我还没想好，想一个人待待。可以，但你想清楚了吗？什么？为什么躲？为什么不敢见我？我还没想好。你慢慢想，想不清楚也没关系，可以直接问我。为什么要这样看我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调跟我讲话？施工方案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来。啊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安全生产。是江总。江总，以后遇到什么问题，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。我们的施工队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，还有咱们的建筑材料，你都可以放心。你去忙吧。哎，好嘞。方工，这个地方你记一下。好嘞。还有这儿。谢谢。最近天气冷了，晚上让方姨给你送点衣服过去。我回去跟方姨说，把暖气调高点。怎么是你啊？方姨有事来不了。有拖鞋吗？没有，你可以直接穿。衣服就给你收拾2、3件。你这2天就吃这些啊？这是我私生活。我们现在应该过的是夫妻生活，不是私生活。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，江太太？送完衣服就走吧。这是我家。外面下雪了。不是开车来的吗？下特大。
我送你。就你那技术，送你到门口。你车停在哪儿啊？小区外边。怎么了？我有点担心小白，这么大的雪。他一般都待在什么地方啊？这几天他在小区门口等我来着。给我看看照片呗。白毛，琥珀眼睛，3个月大吧？去找找。走吧。哎，把伞往你那边点。I bet you feel it just like I do. No need for anyone else but you. Just so this feeling is true for you about us too. 雪下太大了，咱们先去便利店躲一躲吧。Ooh, right now just to be close to you. I wanna stay in this bliss. 我就应该把它带回家的。你这都淋湿了。你没淋湿吧？行了，先别担心了。先吃点东西吧，我去看看车。哎，伞你拿着。哦。我走了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你车还没停好吗？便利店里应该有伞，拿上伞再出来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马路对面的自行车棚附近，找到小白了。这世界也太黑，唯有爱还我马上过来。你在身边结尾。这世界也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你在身边结尾才最美。这世界错或对，唯有爱还绝对。眼神交汇的瞬间，给你自己打着就行。你若愿你身上都淋湿了。没事儿，反正都湿透了，打不打无所谓的。看看，小心被抓伤。他看起来好像不太对。冻坏了，估计还吓着了。先送医院吧。还好送来的及时，要不然这么大的雪，小毛很难活下来。谢谢医生。你能自己开车回去吗？能。那你自己开车回去吧。把伞往你那边点。你给你自己打着就行。雪挺大的，你跟我走吧。Instead of taking shots to no chances.
小鬼，你别发出声，在外面没人。我就不应该让你跟我走。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疼死了，疼死了，烦死了！You're stubborn love is a maze without a man. You're stubborn love. You're stubborn love. You're stubborn love. You're stubborn. 你看看，没破，没事。哎，我这儿怎么样？慌了吗？我来吧。冰箱还有吃的吗？没有，我平时都点外卖的。你吃什么？我给你点。最近外卖应该送不过来，出门也不太方便。那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去公司啊？居家办公呗。你这2天都要在我这儿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？你知道要下雪，故意来找我，假装找小白，然后让我心软，带你回家。方一博，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说话。你本来不就这样吗？从来都不做赔本买卖。不对，江克行此生做过最大的赔本买卖，不就是跟我结婚吗？我从来不做赔本买卖，所以这几天你一个人待着，想清楚的只有这件事，是吗？好，转过来。方依依，转过来。你心里就是这么想我的。你什么？你总是这样，总是凶我，总是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明明我什么都没做错。江可行，好，我现在换一种问法，方一博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是喜欢、讨厌，还是爱？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晚上想同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当初没有稀里糊涂的把那张电影票给方芷妍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这电影票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江克祥江少爷发的。两家的联姻对象不是方芷妍吗？帮我给妹妹吧。我们也许会在电影男女主角接吻的时候也偷偷的接吻，牵手。等出了电影院，
你会问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，我可能会答应你，然后恋爱。你是说当初是你搞错了，才把电影票给别人了？我以为你要给方芷妍的，毕竟她才是唯一的方家真正的女儿。所以你不是在拒绝我，你没有拒绝我。江可行，我想过我们之间很多种可能，我们可能会恋爱，也可能会分手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的嫁给你，成为你的太太，不谈感情，不谈爱，只履行夫妻义务，然后这样过很久很久很久，你会突然过来跟我说我们离婚吧。不重要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从今以后我们只谈感情，只谈爱，好吗？你为什么亲我，方一博？我为什么不能亲你？你不是也这样亲我的吗？一样吗？我亲你和你刚才亲我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。我亲你跟你之前亲我是一样的。方一博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从今以后我们只谈感情，只谈爱，好吗？这世界夜雨太黑，唯有爱还明媚。余生很长，我会只需要一点点回应，只需要你愿意朝着我挪动很小很小的一步，就够了。唯有爱还缺杯，之间的圈交换能选评论去看电影吧。我无悔。